赤道几内亚位于非洲中西部，该国因临近赤道和几内亚湾而得名。赤道几内亚由位于非洲本土上的慕尼河地区和几内亚湾内的比奥科、安诺本、克里斯科等岛屿组成，其中安诺本岛是该国唯一位于赤道以南的地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包括几内亚湾沿岸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主要是比格米人和班图人的势力范围。1472年，葡萄牙航海家斐南多·波在探寻通往东方的航路时，意外发现了比奥科岛。该岛是赤道几内亚最大的岛屿。葡萄牙人上岸后，被秀美的风景所震撼，于是将此岛命名为福尔摩萨，即美丽岛的意思。葡萄牙人很快意识到该岛火山土壤对建立甘蔗种植园的优势。由于布比人的敌意和当地多雨极端的温湿度，葡萄牙人并未在此地建立殖民机构。1492年，西班牙完成统一后，旋即与葡萄牙展开对殖民地的争夺。为了平息两国的矛盾，作为当时天主教首领的教皇承担了调停人的角色。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福德角为基准，划分出一条从南极到北极的子午线，即教皇子午线。根据此子午线，葡萄牙在美洲没有领地。葡萄牙强烈反对这一划分。1年后，在教皇的主持下，两国缔结了托德西拉斯条约。条约规定，西班牙拥有美洲大部分地区，葡萄牙则获得了美洲大陆东部的一小部分，以及非洲与亚洲的殖民据点。葡萄牙对这个结果仍不满意，于是葡萄牙越过了教皇子午线，向西占据了亚马逊平原和巴西高原。出于发展奴隶贸易的需求，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非洲西海岸，尤其是几内亚湾沿岸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1778年，两国达成妥协，根据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的帕尔多条约，西班牙用巴西南面的2个殖民地向葡萄牙换取比奥科岛和帕加鲁岛，并取得对奥果维河到尼日尔河之间沿海地区的控制权。西班牙则承认了葡萄牙对于巴西的占领。西班牙占据了福尔摩萨岛后，将其改名为费尔南多岛。该岛是西班牙在非洲建立的第1个殖民地。1810年，受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爆发了独立运动。西属美洲地区的独立，使得作为奴隶贸易中转站的费尔南多岛逐渐走向了衰落。此时，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急需劳动力的英国工商业发起了废奴运动。几内亚湾沿岸是黑奴贸易的重灾区，为了遏制非洲的奴隶贸易，英国向几内亚湾派出了舰队。由于不愿在费尔南多波岛的开发上投入资金，西班牙从1827年到1843年将该岛马拉伯的一个基地租借给了英国。1840年后，英国将废奴运动的基地从费尔南多波岛迁至非洲大陆西海岸的弗里敦，由此西班牙重新控制了费尔南多波岛。西班牙从英国手中收回费尔南多波岛主权后，将英国在该岛北部建立的克拉伦斯港以当时西班牙女王的名字命名，即圣伊莎贝拉市。随着葡萄牙国力的下降，在西班牙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慕尼河地区酋长们被迫同西班牙签署协议，承认慕尼河地区归西班牙保护。1858年，西班牙向比奥科岛和慕尼河地区派出了总督。此时，英法等欧洲列强也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1884年，在德国的主持下，西方列强召开了重新划分非洲的柏林会议。经此会议，西班牙在几内亚湾的统治得到了列强的承认。此后，西班牙利用几内亚湾热带雨林气候与热充足的特点，种植了咖啡、可可等经济作物。1904年7月，西班牙政府颁布法令，将慕尼河区和克里斯科等岛屿组成几内亚湾西班牙属地。由于费尔南多波岛是西班牙最早占据的地方，加上当地居民以契约工人和流放犯人为主，开发程度高，经济较为发达，西班牙于是将总督府设置在了该岛北部的圣伊莎贝拉市。然而，赤道几内亚人口大多数集中在慕尼河地区。为了维系慕尼河地区的统治，西班牙将几内亚湾沿岸的巴塔设置为行政部门所在地。1926年，西班牙将费尔南多波岛与慕尼河地区合并为西属几内亚。两地合并后，西班牙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2战前，
当地部落首领马拉伯曾经组织起义军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但因为实力相差悬殊，起义未获成功。二战结束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西班牙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1968年，在民族独立运动和联合国的双重压力下，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同意给予赤道几内亚独立地位。1968年10月12日，赤道几内亚宣布独立后，获得西班牙全力支持的马西埃如愿以偿地击败头号劲敌埃杜，当选为该国首任总统。马西埃1924年出生在赤道几内亚的恩瑟格永镇一个方族富农家庭。马西埃虽然是富家子弟，但因学习成绩不佳，他在学校多次留级，直到20岁才勉强混到一个中学文凭。中学毕业后，马西埃在家族经营的种植园中干了一段时间，因为感到没有发展前途，于是他决定在殖民政府里谋个差事。在经过3次考试失败后，马西埃通过家族的运作，成功在第4次考试中获得公务员职位。马西埃考取公务员后，他因对殖民当局的效忠，赢得了佛朗哥的青睐。马西埃成为总统后，为了强调民族性，他将该国重要地点以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英雄名字命名。因此，圣伊萨贝尔被更名为马拉伯，费尔南多波岛则被更名为比奥科。鉴于马拉伯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赤道几内亚其他地区，因此马西埃将首都设于该地。马西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他上台伊始便以阴谋策划政变为借口，杀害埃杜及其追随者。据不完全统计，在马西埃执政的11年间，超过5万人被杀害，这约占当时赤道几内亚总人口的1/6，而遭到逮捕、酷刑折磨的人更是难以计数。或许是求学的经历过于屈辱，马西埃对知识有一种病态的仇恨。他上台后，赤道几内亚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馆都被关闭，甚至连知识这个词都被禁止使用。到1970年代末，赤道几内亚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仅有10来个技工而已。由于赤道几内亚民众普遍信仰天主教，因此马西埃要求所有的教堂都要宣讲他是上帝的化身。作为极左经济政策的信徒，马西埃上台伊始便强制驱逐西班牙庄园主和外籍工人，此举严重打击了赤道几内亚的经济。随着马西埃的精神健康状况出现问题，他的猜疑心变得越发严重，他甚至将铲除的对象蔓延至家族内部。1979年6月，马西埃处决了一批军官，其中便包括他的一个侄子。哥哥的惨死令奥比昂深受刺激。2个月后，奥比昂发动了政变。同年9月，赤道几内亚最高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以叛国、屠杀、贪污及种族灭绝的罪名判处马西埃及其6名助手死刑。由于赤道几内亚民众认为马西埃是神的化身，因而没有人敢接受行刑的任务。奥比昂没有办法，只能请来摩洛哥雇佣军士兵处决马西埃。奥比昂成为赤道几内亚总统8年后，实施了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受益于1995年比奥科岛附近海域发现的石油资源，赤道几内亚经济出现了转机。从1997年至2001年，赤道几内亚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41.7%。2004年，其石油日均产量更是达到36万桶，赤道几内亚由此成为非洲第3大石油出口国。2008年，赤道几内亚人均 GDP 一度达到22000美元，是非洲地区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较高的人均 GDP 让赤道几内亚海岛和大陆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赤道几内亚人口 80% 集中在慕尼河地区，首都建在远离大陆的比奥科岛上，无法带动慕尼河地区经济发展。因此，赤道几内亚有了迁都的打算。新首都的选址集中在慕尼河地区的2个城市，一个是该国的最大城市巴塔，另一个是位于内陆的欧亚拉。相比于经济更加发达的巴塔，赤道几内亚人认为地处大陆地区中心地带的欧亚拉更具备成为新首都的条件。然而，迁都成本过高，导致反对派的抗议声此起彼伏。截至目前，赤道几内亚贫困率高达 44%， 人均寿命仅有 58.2 岁。平均 2.2 万人拥有1名医生， 68% 的人用不上自来水。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9年度人类发展指数，
赤道几内亚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44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由于近年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石油产量下降等影响，赤道几内亚经济出现连续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28年，赤道几内亚石油产量将下降50%。